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车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呢，我会教你如何低成本的直接购买美国公债。那究竟什么是美国公债？美国公债又要如何赚钱呢？那在投资美国公债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知道什么是债券。那简单来说呢，债券是一种债权工具。当你购买债券的时候呢，就等同于你将钱借给了发行该债券的机构。以美国公债为例，美国公债就是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债券。投资人购买之后呢，美国政府必须定期的去支付利息，并且在到期的时候呢，要退还本金给投资人。因此呢，债券实质上就是一种借款的合约。投资人呢把钱借出去，然后呢发行债券的机构呢就是借钱的人哦。那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我们借钱出去的时候呢，都会担心钱拿不回来嘛，像是朋友跟你借钱，或者是亲朋好友跟你借钱，通常要拿回来都非常的困难，他们可能会一拖再拖。但是呢，如果是美国政府跟你借钱的话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在到期日的时候呢退还本金给你，他们是不会跟你拖拖拉拉的哦。因为如果他们拖拖拉拉在到期日期的时候呢没有偿还你本金，或者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他们没有依照规则支付你利息的话呢，那他们就算是违约了。那如果这些债券发行的机构他们违约的话，那之后呢他们想要在市场上再跟投资人借钱的话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那究竟债券要如何赚钱呢？想要透过债券赚钱的投资人基本上他们有两种方式可以赚钱。第一种方式也是最常见的，那就是赚取利息。就像是你借钱给亲朋好友，你除了迫于感情压力之外，其实你借钱给他们，你应该会希望你可以拿到一些借款的利息吧。那这就是债券的其中一种获利方式，就是利息。那第二种债券赚取获利的方式呢，就是价差。那债券也像是股票一样它的一个合约的价格呢也会变动，特别是呢当央行的基准利率开始调动的时候呢，那债券的价格也会跟着一起变动哦。那至于要如何去获取债券的利息收入呢？那一般情况我们购买债券的时候呢，债券都会支付固定的利息给我们投资人，这个是一开始合约上面就会写清楚的。那这种债券呢通常都是固定的，有少部分的债券呢它的利息是会变动的。那在债券到期的时候呢，投资人呢还可以收回原始的本金。举个例子，假设你现在购买了一档新的债券，然后它的面额呢是1000元，然后这债券呢规定它1年后呢会到期，而且呢这档债券呢它每年会支付50元的利息。那只要你购买了这档债券，然后呢持有1年到期还本，那你的获利其实一开始就非常的明显，那就是50元哦。那第二种债券赚钱的方法就是获得价差的获益。那债券的价格呢也会跟股票一样会随时的变动，特别是当市场上的利率改变的时候呢，它的变动就会更加的明显。当市场利率上升的时候呢，新发行的债券呢它的收益率就会比较高，那旧债券的价格呢就会随之下降。反之呢，当市场利率下降的时候呢，那旧债券的吸引力呢它就会上升哦。那投资人就可以借由这个债券的波动呢赚取价差的收益哦。那我这边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呢现在美国央行目前的基准利率是 4%， 你持有了一张面额为1000元的一个债券，它每年呢答应支付你50元的利息。那我把这债券呢称为 A 债券，那它的殖利率呢就是 5%。那假设1个月之后呢，美国央行的基准利率它从 4% 提升到了 6%， 那这个时候呢，市场上新发行的债券它就会提供更高的收益率。那 A 债券的收益率相对于新发行的债券来讲，它的吸引力是不是比较低？这就会使得 A 债券的价格逐渐的下降哦。但是如果1个月之后呢，美国央行的基准利率是从 4% 下降到剩下 1% 的话，那这时候呢，新发行的债券它的吸引力就没有 A 债券高，那大家就会来买 A 债券，这就会使得 A 债券的一个价格就会上升哦。好，那以上这两种方式就是我们一般投资人购买债券的时候呢，主要获益的方式哦。
那这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债券呢，其实不等于债券 ETF， 因为债券的话呢，如果你购买了债券，你持有到期，它是可以还回本金的。但是如果你是购买债券 ETF 的话呢，第一，它是没有到期期限的，因为通常债券 ETF 它的成分债都会一直的变动，所以呢，它根本就不会有到期的期限。第二个差别就是，如果你是买单一的美国公债的话呢，它是会有固定的利息。那这固定的利息的话呢，你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你未来每一年你可以拿到多少利息。但是呢，如果你是购买债券 ETF 的话呢，它的配息是会改变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讲到的，债券 ETF 它的成分债会一直更动，那它一直更动的话呢，它的配息就不会固定哦。所以如果你的投资是为了想要领固定的利息，并且呢持有到期的时候呢拿回本金的话，那你应该要投资的是单一的债券，也就是你要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而不是去购买美国公债的 ETF 或是购买债券的 ETF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如何使用 IB 银透证券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那我们在购买之前的话呢，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嘛，我们到底要花多少的成本。首先呢，如果你是使用境外的券商，像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的投资成长团队都是使用银透证券，因为我觉得银透证券买美债真的是超级便宜。那它到底是有哪些成本呢？那第一个成本就是电汇的成本。如果我们从台湾将我们的资金汇到美国的券商的话呢，这中间的话呢是要用国际电汇的方式，那平均的费用大概是600到1000块台币左右。那我自己的话呢，我会让我自己每一次汇款到美国券商最少都要6万块以上。如果手续费是600的话呢，那我最少都要6万块。那为什么是6万块呢？因为这样子算起来的话呢，手续费大概就是在 1% 以内嘛。这样子的话呢，我心态会比较平衡啊。那如果说呢，我3万块就汇过去的话呢，那手续费对我来讲就是非常的高嘛。所以说呢，我会要求说最少要6万块以上，我才会汇到海外券商，给你一个参考。那如果你是比较大的一笔资金，像是100万台币，你要直接投资美国公债的话呢，那你汇过去的话呢，那汇款的手续费对你来讲就会比较少，就会小上非常的多，以比例上来讲。好，那银透证券有哪些交易的手续费呢？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到银透证券的官网，这边可以点击费用，好，那再点击债券，你就可以看到它这边可以看到债券的一个手续费。那债券的手续费，因为我们是买美国公债嘛，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这边的债券它是怎么样算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是公司债券，如果你是用银透证券买一些美国的公司债券的话呢，那如果你的交易的金额是在1万美金以内的话，面值是在1万美金以内的话呢，你的佣金是 0.1%， 然后最低交易每次是1美金。好，那这个交易手续费算是多还算是少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可以看我们这一张图，我有比较我们台湾的券商，我这边是用永丰金大户头以及银透证券去购买同一档美国公债，他们的手续费是多少？首先我们看上面这个永丰金大户头呢，这一档债券是在2027年的时候会到期，然后呢它是美国国库券，利率的话呢是 4.125%。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到期收益率是 4.18%， 然后它参考卖价的话是多少？是 99.81。同一档美国公债，你在银透证券上面买的话呢，你有没有看到它的收益率是多少？ 4.5%。然后呢，它的卖价是多少？ 98.65。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买1000美金面值的这个美国公债一个单位的话，你要花多少钱？要花998块钱，这边上面有写。但是呢，如果你是相同一档债券，你在银透证券买的话呢，你只要花986块美金。也就是说呢，这两个平台同一档债券，你都花1000美金的面值去买的话呢，下面这个银透证券呢，你就可以比永丰金大户头还要便宜12块美金哦。那如果你的买的债券买到了1万美金的话呢，就会便宜120美金的一个手续费。永丰金大户头为什么它的报价会比较差呢？
我们提交订单给永丰金大户头，他会将订单呢丢给第三方的公司，让第三方的公司去下单。那这中间的话呢，第三方公司当然会抽取一些手续费，所以呢，它会让我们投资人会拿到比较差的一个报价。虽然永丰金大户头呢，你去用他们的 APP 的时候呢，你是看不到任何会收取手续费的地方，但是呢，它就是给你比较差的报价。那这个方式的话呢，是合法合规的。所以说呢，有人会说，我去用了一些券商，它是写免手续费耶，但是银通证券要手续费真的很贵。不，券商不是慈善企业，它一定会跟你收取手续费，只是它是要明着站在表面上跟你收取，还是它要暗地里收取，就看你自己要怎么去做选择了。那银透证券的话呢，它是明着收，我们刚刚看到它的手续费非常的低廉，但是呢，永丰金大户头呢，它就是暗着收。那这样子的话呢，差距非常的明显我相信大家可以自行去进行判断。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美国市政债券。那美国市政债券它的佣金是多少？银透证券的佣金的话呢是 0.05%。如果你的交易的面值是低于1万美金的话呢是 0.05%， 那最低交易佣金的话呢是1美金。那如果你是买美国公债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教大家买如何去购买美国公债。你可以发现到，如果你的交易的面值是低于100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低于100万了。那你的佣金是多少？ 0.002%。 0.002% 是非常的少啊。那 0.002% 的佣金是多少呢？就是如果你使用100万美金去购买美国公债，透过银透证券，那你的交易的佣金是多少？就是20块美金好，那我们刚刚看了银透证券它的交易手续费大概是 0.0002%。 那永丰金大户头是多少？我们这边的话呢，也用着实验的精神，我们马上来计算首先的话，永丰金大户头它的同一档债券嘛，卖价是 99.81， 银透证券是 98.65， 我们把这两个相减， 99.81 去减掉 98.65 会等于多少？1.16， 也就是说永丰金大户头它的报价比银透证券差了 1.16 块，然后把 1.116 去除上 98.65 银透证券的报价就会等于 1.17%。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同一档债券，你用银透证券买跟用永丰金大户头买的话呢，永丰金大户头的手续费相当于是 1.17%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登录IB 银透证券的 TWS 的应用软体。好，那这个应用软体的话呢，它是桌面应用程式。首先登录进来之后呢，右上角这边有这个翻译，那你翻译点下去之后呢，这边可以选择你要使用的语言，它就会将系统全部调整该语言那我们这边就选择繁体中文。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按登录即可。好，那我们 TWS 登录进来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画面。那首先的话呢，你一开始进来，它的字体可能会比较小，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边有一个齿轮，点击下去之后呢，这边有一个设置字体，设置字体点击下去，你就会看到这边，你可以在这边看到字体大小，你可以选择你要多大的字体。那我自己觉得18到19就很够了，我就选择19。那你的字体就会这么大。好，那你调整完字体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版面。那这版面你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比较复杂，那你要如何进行调整才可以让它比较简便呢？那我会将它的教学呢放在我下方的资讯栏以及字体浏览当中。好，大家如果你想要调整的话呢，你可以照我的教学去进行调整。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画面的右边。那右边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投资组合。那这是我自己的真仓啊，你可以发现到我在这里面已经购买了将近10万美金的一个美国公债。对，我买美国公债几乎都是使用银透证券，然后另外一个我会使用的就是 TD Ameritrade。我 TD Ameritrade 大概也买了5万美金的一个美国公债。好，那因为我想要测试这两个到底哪一个手续费比较低，所以两个我都有在做使用。那我现在的话呢，账户当中大概还有2999美金可以进行购买。那我们等一下就用2999美金来买美国公债吧。好，那怎么买呢？首先你点击下方这边有一个叫做标准模式的交易平台，你把它点击下去。你点击下去之后呢，你就来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的话呢，它上面有非常多的表单，那我自己有去添加的。像是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 US， 就是专门是美国公债的。那旁边有个叫做5大商社，这是日本的。那我自己都把它加进来。好，因为银透证券的话呢，它不只可以买美股，它可以买几乎全世界上所有的股票，加包含像是日股啊，或是澳股啊、A 股啊、港股啊，都可以买。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教大家如何去买美债啦。好，那你进来之后呢，你就在这边金融产品这边你就输入 US-T， 这是美国公债的一个缩写。输入完之后呢，你按 Enter。
那输入之后呢，你就看到这个表格叫做 Uni Status Treasury， 这就是美国公债的意思。它这边有长期、中期、短期，我们就把它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跳出这个表格。那这表格怎么看呢？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左边这边，左边这边的话呢，它会显示类型。类型的话呢，就表示说呢，这些债券它有什么样的类型？你可以看到它有 Bill、有 Bond、也有 Note， 都在这一边。好，那再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到期日期，就是这些债券你要筛选的话呢，你要筛选什么样的到期日期？下面的话呢是发行日期，然后以及息票。大家你想要使用的话呢，你都会来自己在这边进行筛选。那我自己的话呢，基本上只看到期日期啦。那到期日期我们要怎么选呢？我自己在选择到期日期之前，我会先去上网去查一个关键字，那叫做美国公债殖利率。好了，我们上网查美国公债殖利率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网站。那这个网站的连结我会放在下方这一边，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那我自己蛮喜欢这个网站的，因为它会跟我讲说，每一天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大概平均是多少，那可以让我可以进行一个参考。像是我拍片的当下是2024年的8月30号，那它这边的话呢，就显示8月28号的时候呢，美国公债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就有落在这一边。你可以看到1年期的现在是 4.36%， 那如果像是3个月的有 5.21%， 那1个月的话呢也有 5.47%。好，那你是可以自己去判断说，哪一个收益率你比较喜欢，那你就可以来购买这个期限的一个美国公债。好像是假装我想要买这种6个月到期的，它现在有 4.87%，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我就可以去购买6个月后到期的美国公债。那要怎么买呢？我们就直接回到我们的 TWS 的界面，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就选择6个月后到期的美国公债。那我现在是2024年的8月30嘛，那6个月到期就是2025年的2月30，那我们就找2月30啊，2月好像没有30哦，2月只有28天，那我们就找2025年的2月27，这边有27以及28，有这两个，那我们就来挑选27的好了。那27的你点下去之后，你看到这边有个债券，它的类型是 Bill 就是国库券哦，我们直接点它，然后按添加。那添加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在我们表格当中哦。我之前已经有添加过了。那我们再找另外一个是2025年的2月28，那我们找一个 Note 来用哦。那 Note 的话呢，我们就找这个哦，它的息票有高达 4.625， 还蛮不错的。那我就点击它，然后按添加。添加完你要买的债券之后呢，你就可以按叉叉。好，按叉叉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两档债券就是我们刚刚所添加的美国公债。好，那我们添加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个项目，一个数据可以去显示。那我们要怎么显示呢？像是我自己的话呢，我一定会显示买价收益率、买价以及卖价收益率跟卖价。好，那这边的话呢，如果你看到这些显示的参数你不懂的话呢，你可以移到它上面，它就会显示它的一个解释。好，那你要怎么样添加这些呢？像是有些人想要看那些标普评级啊，或是穆迪评级，你就直接点这边，来到这些项目的上面，点击右键，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写说，在买价收益率栏前插入栏，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栏位之前插入一个你想要的参数。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选择债券，然后旁边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穆迪评级或者是一般的评级都可以。那我们就选择穆迪评级好了。然后我们就点击是。那穆迪评级的话呢，它是我们全世界上3大的评级机构之一。3大评级机构是惠誉国际嘛、标普还有穆迪。那我们就把穆迪评级给添上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写说，美国公债的话呢，它就是属于 Triple-A 的一个评级。好，那如果你不要的话呢，你也是一样，点击它右键。然后这边点击删除穆迪评级栏位，就可以把它给删掉咯。好，那这边的话呢，你就可以添加你自己想要的一些参数。那你可以发现到说，这两档债券，它距离现在到期日期大概还有6个月嘛，他们的卖价收益率是多少？他们卖价收益率大概就是 4.7% 到 4.8%， 跟我们刚刚在网络上查到的是不是非常的接近？我们刚刚在网络上查到的6个月到期的就是 4.87 嘛。好，所以说这两个是非常的接近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些债券它们的详细的介绍。那我们就直接选择上面这档债券，然后我们点击右键，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叫做金融产品资讯，把它点下去，旁边有一个描述，点下去就是这一档债券它的一个详细的资讯。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介绍。首先上面这边写底层证券叫做 US-T，US-T 就代表说它是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债券。那这个证券类型的话呢，就属于 Bond。那下面这边有一个叫做库斯普号码，那库斯普号码就是这档债券的身份证字号。全世界你只要找这个库斯普号码，就是会找到这档债券。
所以说，要是有人跟你讲说，我用那个永丰金证券或者是另外其他的证券商台湾的副委托买了某一档债券，那你就请他把那个库斯谱号码给你，你就可以拿那个库斯谱号码输入到盈透证券当中，像是输入到这个金融产品这边，你把它的库斯谱号码有9个号码输入进来，你就可以找到那一档债券，然后你再问他说，你的报价是多少？然后你再来看一下你盈透证券的报价，你就会发现到盈透证券的报价真的会比较便宜。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下面这边的话有个叫做国际证券识别编码，这个的话呢也是库斯谱号码的一种，它也是一种身份证字号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你可以看到描述。好，那这描述要怎么看呢？我们先从右边开始看右边它写25、28跟02，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档债券它是在2025年2月28号的时候会到期，右边这几个数字是这个意思。那右边这边有一个4空格5，然后斜线8，这什么意思？这是代表说这个债券它会配发债息，那这个债息的话呢就是 4.625， 那625怎么看呢？就是5去除上8就是 0.625 了，所以说它的债息就是 4.625 好，那这描述的话呢看起来非常像代号那我们直接看下面的话呢也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像这边有写发行日期是在2023年的2月28号，那到期日期就是2025年的2月28号，这边都有写的蛮清楚的嘛，就比那个描述还要清楚那描述真的看起来很像代号，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呢也是有点困惑啊。好，那接下来下面这边是写息票嘛，那息票的话呢就是它的票息率，它的票息率的话呢就是 4.625%， 然后这边的话呢有付款频率，付款频率就是每半年会付款一次，那面值的话呢就是1000元，就是说这档债券你持有到期的话呢它会归还你1000元。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可转换，那可转换的意思就是说这档债券能不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证券，那这边的话呢是写否，如果你是买公司债券的话呢，有些债券它可以转换成股票，它这边就会写着是，但是我们这个是美国公债，它就选否。那下面有个叫做可赎回，可赎回的意思就是说美国政府它能不能提早将这个债券给赎回去，然后呢还给我们本金，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写否，就代表说这档债券它是不能提前赎回的。那下面有个叫做可回售，可回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提早把我们的债券卖给美国政府，然后拿回我们的本金，这边写否就表示说不行，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将我们的债券给卖出去，只不过呢我们就不是卖给美国政府了，而是卖给其他的投资人，所以呢它的价格就不保证会退回本金好，下面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评级，那评级的话呢它有写它的评级机构是穆迪的把它评级为 AAA。那这边的话呢下面有写债券的类型或者是像是债券的发行方发行方写 GOVT 就是美国政府，然后以及它未偿还的金额等等的，那我觉得下面这边的话呢其实就没有那么的重要了。那下面还有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货币，那货币的话呢就是 USD， 那 USD 的话呢就是美金就是就进行美金交易的，交易所的话呢是 Smart， 那 Smart 就是由盈透证券它所提供的订单的一个交易的系统好，那再往下看你可以看到交易时间，那交易时间就是说这档债券它什么时间可以交易。好，那我们就点击日历，那日历点击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交易时间，来我们把交易时间看一下，这个交易时间它是属于美国的交易时间，你要点击右边这边有个绿色箭头，点击下去之后呢它的交易时间这边有写着本地，就是我们台湾的时间的话呢是什么时候，那本地的交易时间是从13点到凌晨的5点，也就是说从我们下午的1点交易到隔天的凌晨5点，这就是它的交易时间，你只要在这个时间你提出订单的话呢都可以去进行交易好，那我们这个描述的画面的话呢就介绍完毕，我们就按叉叉。好，那接下来教大家如何进行下单，我们将我们的滑鼠移到金融产品，我们想要下单的这个债券的前面，然后我们把它按右键，这边有个交易，你把它滑过来之后呢这边有个叫做订单委托单，我们把订单委托单点下去，它就会跳出订单的界面。假设你想要购买1000美金的话，在未成交面值后面就写1，那就是1000美金。但是如果你想要购买1万美金的话，你这边就写10。好，点击下去之后呢，下面这边有个订单类型，好像是你要写现价的还是 NKT。NKT 的话呢就是市价单，那就选择现价单。然后呢现价的价格的话呢我们就点击下去，然后这边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终点价或是卖价或是买价。那我们买方的话呢就是要选择终点价或者是卖价，才会比较容易去成交。好，终点价点击下去它就会调整成终点价了。好，下面这边的话呢是目的地就是 Smart 嘛，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盈透证券他们的交易所，然后我们就点击预览。
好，预览就可以看到这一档债券它的一个交易的成本，你可以发现到我们这次花费的金额大概是$9994，然后呢，佣金的话呢是5块钱到8块钱，总共花费大概是$1万左右。好，这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花费。然后你上面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消息。它消息这边的话呢，有一个警告，这警告的话呢是系统的预设啦，就是如果你交易的金额比较高的话呢，系统会提醒你说，你这次交易的金额超过了哦，那你要不要交易呢？那我觉得这个是没差啦，像我会把它改成像是50K 或者是100K， 这样它就不会一直每次显示出来。好了，这边还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发现到我们刚刚所交易的金额是$1万嘛，然后它的佣金是5块到8块，那如果我们交易是$10万呢？我这边写$10万，然后按预览，你可以发现到它的佣金的话呢，大概最高也只会到$20哦。所以呢，它的交易的手续费真的是非常的低哦。好，那因为我的账户呢，目前只有$3000左右，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就选择3K，好，因为我已经买了很多了，我现在账户里面是没有多余的资金再可以买那么多的美债哦。好了，我就点击预览。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花$3000的话呢，它的手续费也是5到8块了。好，所以说你真的要买的话呢，你的资金还是不要太少。虽然它的交易手续费真的还是蛮低的，你看，$3000，你交易手续费最多也才8块，8块是多少？我们来计算一下，8块的手续费，然后呢，你$3000的话，我们的手续费大概是0.26%，哦，0.26%也比你使用台湾的副委托1%多的手续费还要便宜哦。好了，我这边的话呢，就点击覆盖并发送。好，点击出去之后呢，它就会来到这个画面。你看到右下角这边，它已经跟我们讲说，我们的订单已经马上成交了。那我们就点击魔方，好，左下角这边有个魔方，点击下去。点击下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左下角这边，如果你的订单还没有成交的话呢，它就在左下角这边，它会显示出来。好，那我现在已经成交了，所以它会变成一个灰色的一个画面。那你可以看到我右边这边的持仓的话呢，你就会看到我刚刚所买的那一档债券，在这边。它是3K 嘛，那我买的价格就在这边。好，那以上就是教大家如何使用盈透证券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你可以发现到交易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那如果呢你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有其他的疑问，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IB 盈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那 IB 盈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是我们 Kevin 投资成长团队所创立的私密的脸书社团。那目前呢私密脸书社团的成员呢有3400多位的成员。那大家呢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直接在脸书社团当中呢进行发问。那这个社团呢只会讨论盈透证券的使用心得以及使用方法的一个分享，是不能推荐任何的投资课程哦。那这个社团的连结呢，我也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对使用盈透证券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点击加入哦。好，那我是不随测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大户头这边是多少？哇，大户头这手续费真的是高到哭你99.8，看一下大户头的手续费多少？哇，大户头这手续费真他妈超贵，99